在中国有一个村子，走进任何一户人家，掀开床上的被子，底下全是眼镜蛇，不是一条两条，是上百条。但村民的反应是不怕，习惯了。3岁的小孩把眼镜蛇当玩具摆弄，脸上没有一丝害怕。70岁的老人让蛇爬满全身，笑着说：“舒服，就像戴了条金链子。”走遍整个村子，你会发现一件更诡异的事，这里没有鸡，没有狗，没有猪，没有牛，村子静得出奇，但家家户户的床底下、柴房里、院子角落全是蛇。这个村子叫竹根围村，当地人叫它蛇村。但真正让人想不通的问题是，这里的蛇为什么不咬人？这里的人为什么不怕蛇？而一个曾经穷得连鸡屁股都买不起的打工仔，又是怎么靠蛇成为当地人人敬畏的蛇王的呢？广西南部灵山县，距离县城西南方向50公里，有一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。从外面看和普通农村没什么两样，低矮的土坯房，黄泥糊的墙，屋顶压着石头。但走进村子的第一秒，就会发现不对劲。听不到鸡叫，听不到狗叫，没有猪，没有牛，没有任何家畜，整个村庄静得诡异。走进第一户人家，村民掀开床上的棉被，被子底下密密麻麻盘着上百条眼镜蛇，他们感受到光线，瞬间仰起头，发出嘶嘶的威胁声。眼镜蛇剧毒，被咬一口不及时处理足以致命。但这户人家的女主人伸手进去，随手抓出一条，放在院子空地上，神情平静的像在拿一件普通物件。那条蛇立刻昂起头，身体绷紧，摆出攻击姿态。他站在旁边，没有后退半步。另一户人家，一位70多岁的老人把一条大蛇挂在脖子上，任它缠绕，笑着说：“舒服，就像戴了条金链子。”村口一个3岁的小男孩蹲在地上，大胆地摆弄着一条蛇，脸上没有一丝害怕。这里的孩子从小就和蛇一起长大，对他们来说，蛇不是危险的动物，是邻居。这个村子叫竹根围村，当地人叫它蛇村。村里最有名的女主人叫周文倩，是村里的女蛇王。她家的蛇窝大大小小有10几个，最多的一个窝里住着将近100条蛇，有眼镜蛇、滑鼠蛇，其中眼镜蛇数量最多，全都是剧毒。周文倩的丈夫宁国富腿上至今留着一道深深的疤，那是被眼镜蛇咬伤留下的，当年差点丢了性命。但他们没有因此放弃养蛇，因为在竹根围村，蛇不只是危险的动物，蛇是这个村子翻身的命。村民们最早靠捕野蛇卖钱为生，后来捕蛇被禁止。有个叫刘新明的年轻人从山上抓回几条野蛇，开始人工养殖。没想到竹根围村的水土太适合蛇生长，成活率极高，村民们纷纷效仿。竹根围村就这样慢慢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蛇村。但真正让这个村子名声大振的是另一个人，一个曾经穷到买不起鸡屁股的打工仔，一个被蛇咬中血管九死一生的男人，一个用4年时间从一无所有到成为全县蛇王的人。他叫宁德富。2006年之前，宁德富的人生几乎一无所成，卖过兽药，倒过鸡蛋，没有一件事成功过。家里穷到什么程度，他后来只说了一句话：只能买鸡屁股来吃。孩子长大后还记得那段日子。那一年，宁德富在广东打工，妻子周文倩留在家里，靠收购毛鸡蛋喂猪维持生计。毛鸡蛋是养鸡场孵化失败的鸡蛋，里面的小鸡死在壳里，出不来，8毛钱1公斤是最廉价的饲料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陌生人找上门来，开口就要以2块4一公斤的价格，把周文倩手上所有的毛鸡蛋全部买走，整整是收购价的3倍。周文倩跟着他去了家里，走进门愣住了，满屋子都是蛇。那人叫阮文活，养蛇近20年，毛鸡蛋是喂蛇最好的饲料。周文倩当天打电话给广东的丈夫，说了蛇的价格。宁德富打听了一圈，得到的数字让他震惊，成本不过50块的一条蛇，卖出去能到600到700元。1周后，宁德富辞掉广东的工作，回到老家。他从亲友那里借来5000元钱，买回1700个眼镜蛇蛋，开始孵化。不到2个月，孵出了1400多条小眼镜蛇，但麻烦也跟着来了。小眼镜蛇刚出壳，看起来不过拇指粗细，却已经有毒，被咬一口一样能让人中毒身亡。宁德富整整半年不敢用手去抓它们，只能站在旁边远远地看着。真正和蛇打交道的是合作的老师傅阮文活。阮文活养蛇近20年，经验老道，但蛇这东西在老道也有失手的时候。有一次抓蛇，一不小心被咬了，毒性大发作，忽冷忽热，当晚就被送进了医院。那一夜，宁德富没有去医院探望，他留在蛇场，哪里都没去。阮文活躺在病床上，心里凉了半截。
伤好之后，阮文活提出了撤股。2007年，他离开了蛇场，只剩下宁德富一个人。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祸事就来了。一个晚上，20多条蛇突然死亡，蛇的皮肤像气球一样鼓胀，用手一碰，皮直接脱落。几天之内，200多条蛇陆续死去。有人劝他赶紧低价出售剩下的蛇，及时止损。宁德富没有答应，他翻出书，照着书上的方法自己给蛇打针。3天之内把剩下600多条蛇挨个打了一遍。2周后，400多条蛇活了下来，死里逃生。但接下来面临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，手里没有钱，怎么扩大规模？妻子周文倩想出了一个办法，用毛鸡蛋换蛇蛋，不需要1分钱现金，拿毛鸡蛋直接和其他养殖户交换蛇蛋，还给对方优惠2毛钱一斤。1个月之内换回了2000多个蛇蛋。2个月后孵出1900多条小蛇，1个月规模扩大了5倍。但命运还没有放过宁德富。2009年3月，他在蛇场巡查，一不小心踩到一条蛇，蛇回头咬在他脚踝内侧的血管位置，眼镜蛇咬中血管，毒素随血液迅速扩散全身。送到医院时，宁德富已经昏迷，脚踝上从此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。但伤好之后，他还是回到了蛇场。在一次次与蛇的近距离接触中，宁德富慢慢摸索出了别人不知道的细节，比如分辨蛇的公母。连养蛇多年的行家都不一定能看准，但宁德富只要随手抓起一条，看一眼鳞片的排列方式，就能立刻判断，连着的是母蛇，断断续续的是公蛇。这虽然看着简单，但你没有几年的经验是根本发现不了的。更关键的是饲料，宁德富坚持只用本地新鲜的毛鸡蛋喂蛇，从本地养鸡场直接收购，当天处理，当天喂。其他养殖户图便宜，从外省大批运来毛鸡蛋，长途运输之后新鲜度大打折扣，蛇吃了容易生病，长势差。就这一个细节，宁德富养出来的蛇比别人的重，卖出去的价格比别人高，利润高出同行近1倍。2011年，灵山县举办第1届蛇王大赛，宁德富的眼镜蛇以 6.37 斤的重量一举夺冠，比第2名重了将近1斤。一个入行才4年的新人拿了蛇王。从那以后，竹根围村里想养蛇的人都找宁德富买蛇苗、买饲料、学技术。2011年，他的养殖场收入400多万元，全村26户人家中已经有26户靠养蛇致富。这个曾经穷到买不起鸡屁股的男人，成了整个灵山县人尽皆知的蛇王。但所有人心里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答案：竹根围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？为什么同样的方法换个地方养蛇，成活率连30%都不到？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村子，养什么蛇都活，养什么蛇都长得大？答案也许就藏在这片土地最深的地方。竹根围村的村民世世代代流传着一个说法，村里的蛇来自六峰山。六峰山就坐落在灵山县城中央，古木参天，寺庙众多，灵气十足。传说山上蛇虫遍布，山下的村庄因此受到蛇神庇佑，所以这里的村民天生不怕蛇，蛇也不咬村民。这个传说流传了几百年，没有人去质疑。直到一支科考队来了，科考队爬上六峰山，在山上仔细搜寻了整整2个多小时，没有找到一条蛇。六峰山的主体是石灰岩，属于喀斯特地貌。石灰岩地层渗水极快，雨水落下去很快就渗透流失，越往山顶越干燥。干燥意味着植被稀疏，植被稀疏意味着食物匮乏。青蛙没有，田鼠没有，鱼类没有，蛇的食物来源在这座山上几乎为零。所谓六峰山蛇虫遍布，不过是千百年来村民对这座神秘大山的想象与传说。那么竹根围村的蛇到底从哪里来？真正的答案藏在一片荔枝园里。有村民在荔枝树下挖地的时候，从土里挖出了一条将近 1.5 米长的大蛇，头部黑褐色，背面黄褐色，行动迅速，性情凶猛，是当地最常见的滑鼠蛇。为什么偏偏是荔枝树下？专家蹲下来仔细观察荔枝树根部，有了发现。荔枝是岭南特有的常绿乔木，根系极度发达，主根可以扎进地下3-4米深，侧根向四面八方延伸，密密麻麻，在地下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状系统。这些根系交错之间，留下了无数天然的地下空腔，温度恒定，湿度适中，隐蔽性强。对蛇来说，这是完美的家，不需要自己挖洞，不需要寻找岩缝，荔枝树根已经替他们准备好了一切。而竹根围村周围的山地几乎全部种满了荔枝树，整片土地的地下都是蛇的天然栖居之所。但光有住的地方还不够，蛇需要食物。眼镜蛇靠近水源栖息，捕食小鱼、泥鳅、青蛙；滑鼠蛇出没于坡地田间，捕食田鼠、昆虫、两栖动物。它们的食物都离不开一样东西——水。
竹根围村里有一条四季不断流的小河穿村而过，水量不大，但从未干涸过。正是这条河维持着周围完整的生态系统。青蛙在水边繁殖，鱼类在水中生长，田鼠在田间出没，昆虫在草丛中栖息，蛇的食物从来不缺。但这条四季不断的河水源究竟从哪里来？科考队决定逆流而上，沿着河道一路向源头追溯。翻过一座大山，走了2个多小时之后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高山湖泊，湖面积达79平方公里，湖内散布着100多个小岛，湖水清澈，四季满盈。正是这个高山湖通过山间峡谷源源不断地将水输送到山下，才让竹根围村的那条小河永远不会断流。但这个湖还藏着一个意外的惊喜，湖里的渔民打捞上来一种奇怪的生物，体表光滑无鳞，有一个形如鸭嘴的长吻，占了整个身体的1/3，眼睛极小，身体呈流线型，既不像鱼又不像蛇。这是鸭嘴鲟，学名齿吻鲟，一种从恐龙时代就存在于地球上的远古鱼类，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数亿年。它对水质和生态环境极度敏感，只在水文稳定、生态完整的地方才能存活繁衍。自1988年被引进这片湖泊，它就一直在这里生息，从未消失。这说明了一件事，这片山地的生态环境数十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，极度稳定。而这种稳定正是蛇类大规模繁衍的根本基础。有了栖息地，有了食物，有了稳定的生态，但还有最后一个谜题没有解开。广西南方温暖湿润的地方多的是，为什么偏偏竹根围村的蛇养得最好？为什么离开这个村子，同样的方法养蛇，成活率连30%都不到呢？答案藏在竹根围村特殊的地形里。村子东边是罗阳山，西边是铜玉山，整个村庄坐落在2山夹峙的盆地中央。南面是北部湾，每年来自太平洋的季风经过北部湾，沿着亲江和古一路向内陆涌来，涌进这个盆地之后，被东西两侧的山体阻挡，无法散去。暖湿的气流就这样被锁在盆地里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高温高湿小气候。竹根围村的年平均气温常年保持在23到30摄氏度之间，年降雨量高达1700毫米，而蛇类最适合生存的温度恰好是20到30摄氏度。竹根围村的气候就像一个专门为蛇量身定制的天然温室。至此，蛇村的秘密彻底揭开，不是蛇神庇佑，是4个条件缺一不可，恰好在这里同时具备。花岗岩风化形成的深厚土壤，荔枝树根系构建的天然地下空间，高山湖供养的四季不断的水源，以及2山夹峙所住的高温高湿小气候，这4样东西叠加在一起，让竹根围村成为了蛇类繁衍生息的天堂。而村民们在这片土地上和蛇共处了一代又一代，早已摸清了蛇的脾气，知道它什么时候危险，知道怎么和它打交道，知道怎么在它身上找到机会。恐惧往往来自陌生，了解了就不怕了。竹根围村不是第一天和蛇打交道的，这片土地上人与蛇共处的历史比任何人记得的都要久远。距离竹根围村不远，有一个叫大芦村的古村落，建于15世纪，到17世纪已经发展成人口稠密的富庶之乡。走进这座村子，第一眼看上去和普通古村没什么两样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些奇怪的细节。这里所有房子的门柱都不是圆形的，是方形的，每家每户的门槛都建得异常高，进门必须高抬腿才能迈过去。这2个设计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毫无道理，圆柱比方柱更省料，低门槛比高门槛更方便，但村民的解释只有一句话：防蛇。方形门柱是因为蛇无法缠绕方形的柱子往上爬，高门槛是为了让蛇无法轻易滑进屋内。几百年前的人不懂生态学，不懂地质学，不知道花岗岩和荔枝树根之间的关系，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了后人一件事：这片土地上蛇一直都在，不是偶尔出现，不是偶然路过，是世世代代与人同居。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，村民们对周围山地进行了大规模开垦、拓荒造田，蛇的栖息地被大面积破坏，种群数量急剧下降。到了2001年，村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开始主动保护蛇类，恢复种群。如今，灵山县有近6万户村民参与蛇类养护，竹根围村是其中做的最彻底的一个。全村30多户，26户养蛇，不养蛇的那几户，院子里也照样能看到蛇的身影。这里的孩子从出生就和蛇一起长大，没有人专门教他们怎么对待蛇，但他们天然的知道哪条蛇在休息不要去碰，哪条蛇在进食要保持距离，哪条蛇今天状态不对要绕开走。这些判断不是来自书本，不是来自课堂，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刻在骨子里的经验。
就像宁德富说的那句话，只要每天摸着它就不怕了。但村民们从未忘记，蛇终究是蛇。宁德富脚踝上的疤，周文倩进蛇窝时脚上穿的胶鞋，都在提醒着同一件事：尊重才是与蛇共处最重要的前提。不是征服它，不是消灭它，也不是盲目亲近它，是了解它，然后与它保持恰当的距离。每年竹根围村都会举办一场蛇王大赛，全村的养蛇人家把自己养的最大的蛇抱出来，当众称重，一决高下。那一天，平时安静的村子会突然热闹起来，外村的人赶来看热闹，县里的人赶来取经，媒体的人赶来拍摄。蛇是这个村子最重要的节日主角。2011年，宁德富的眼镜蛇以6.37斤拿下冠军的那一天，他和妻子周文倩站在人群里，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对视了一眼。几年前，他们还穷到只能买鸡屁股吃。几年后，养殖场年收入400多万，全县人都知道他们的名字。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，合伙人撤股，蛇大批死亡，被毒蛇咬中血管昏迷送医，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足以让人放弃。但他们没有。竹根围村的故事，说到底是一个关于了解的故事。了解这片土地，才知道它藏着什么样的财富；了解蛇的习性，才知道怎么和它打交道；了解自己手里有什么，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别人没有的优势。很多人面对蛇，第一反应是恐惧，是逃跑，是消灭。但竹根围村的人告诉我们，你越不了解一样东西，它对你的威胁就越大；你越了解它，它能给你的就越多。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河还在流，荔枝树的根还在地下延伸，高山湖里鸭嘴鲟还在游弋，就像它在恐龙时代游弋一样。竹根围村的孩子还是从小就和蛇一起长大，这片土地上人与蛇的故事还在继续。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对蛇有了一点不一样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你觉得人类对蛇的恐惧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呢？你敢住进这个村子吗？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欢迎点赞订阅眼见中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